总算出来了，接下来就是……糟了，怎么了？班长的气息消失了。石之律者呢？也没有任何踪迹。那么我们多半是来晚了。虽然凯文应当不会对班长痛下杀手，但……走吧，我们去见凯文。谁？你们好呀，勇敢的少女，永远都最棒啦。你……我知道，你们的心中一定有很多困惑，而解答困惑，就是我会出现在这里的理由。我会逐一解答你们的疑问，别担心。我的尊主不会在此刻前来打扰，我很愿意帮助大家，所以在此之前，请安心的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奇怪，这个人……终于正式见面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就是圣痕计划的始作俑者羽兔吧？之前的初见那么仓促，想不到牙医还记得我，真开心。不过，既然牙医已经认识我了，那么我原本准备好的自我介绍，也就只能尽量从简了。没错，我在世界蛇的干部代号是羽兔，负责的项目是圣痕计划。而至于名字，则是米斯特林。米斯特林·沙尼亚特。沙尼亚特。不过我并非人类，而是沙尼亚特圣痕的一种结晶。啊，什么是圣痕的结晶？各位似乎也不是很清楚呢。不过别急，大家远道而来，想必还没有见过这中烟陨坑之中的风景吧？我们边走边聊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你们很在意那位浮华的安危，没错吧？请放心，尊主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，只是暂时剥夺了他的战斗能力而已。在聊到尊主之前，我们在说什么来着？你说自己是沙尼亚特圣痕的一种结晶。啊，是的。谢谢你，布朗尼亚。总之，我们就从我的身份开始讲起吧。结晶的说法并非比喻，我不是人类，而是圣痕计划为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全新物种。借用一个古典的词汇，你们可以将我这类存在称为理形。各位在之前的迷宫中，或许遭遇过一类外表与我相似的敌人，他们是理形之种，是一种暂时停留在不完全状态的人工生命。由于他们尚未成长为理形，容易被排斥外来者的本能驱使，所以才会在你们陷入迷宫期间将你们视作敌人。
试图消灭。毕竟，圣痕计划草创未就，即使是圣痕自己，也需要一些适应的过程呢。你说的倒是很轻巧啊。不过，如果以管窥豹，所谓圣痕计划，就是制造出一种像你这样，介于人类与圣痕之间的存在。的确如此，不愧是牙医呢。只不过，作为圣痕计划的产物，我们其实属于手段，而非结果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和人类一样，也不过是文明的一种载体罢了。不过，这样说未免有些过于抽象。我还是以实力出发，向你们加以解释吧。在圣痕计划彻底完成之前，人类还有机会将其终止，并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。这种想法实在太荒谬了，就像是试图教平面上的蚂蚁证明庞加莱猜想。庞加莱是什么？将我带到这个世间的人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而且既然你已经拥有了继承自人类的知识与智慧，又为什么要将自己与蚂蚁相比呢？人类什么都无法战胜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这是他们所教给我的唯一一件事。看来你所继承的理念，经历了太多悲伤的往事。没关系，我们能够像这样对话，就足以说明，人类终究能脱离既定的轨道和命运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在圣痕计划彻底完成之前，人类还有机会将其终止，并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。他们在精神世界里交谈，与其说是交谈，倒不如说是一直在重复出现。是啊，毕竟他们只是理性之种，本质上无法制造新的思想嘛。就像这个例子，我们还是留到后面再说吧。Bronya 讨厌别人把话只说一半，但我也讨厌把事情说漏嘴，或者被人套话呀。那你能正大光明地告诉我，这些声音都搜集自哪里吗？即便此前素未谋面，但果然还是曾同为世界蛇成员的牙医更讲道理呢。这些声音收集自人类的梦境，没错，就是圣痕计划已经吸纳的那些人类。既然你们感兴趣，那我就再展示一些吧。人类终将灭亡，就如我们正在见证的那样。融合战士，神之剑，所有的挣扎，也不过是在族群的棺盖落下之前添一副挽联。但文明不会死去，如尊主所言，这才是圣痕计划开启的初衷。你知道伦敦的那场夺走数万人生命的火灾吗？那是我从他的始作俑者那里继承的最后一段记忆。在此请求你，不要让我带着那份记忆留存于此。我理解那样的痛苦，不如说，这正是我会出现在这里的理由。请接受圣痕计划，和我一同直面自己的罪孽吧。唯有以自己的鲜血与眼泪灌溉，才能稍加填补灵魂上的裂痕。这并非伪善，而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安枕。真的有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。不过，关于火灾 ，Bronya 记得在历史上伦敦的确发生过一场大火，但那应该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是的，对圣痕计划来说，它能够捕获的文明信息
并不只限于现在。一切历史文化，只要是人类创造出的文明，都有机会成为圣痕的养料。是不是还挺像你们熟悉的另一种事物？奇怪，他似乎对理智律者抱有某种难以言喻的情绪。你们或许搜集到了很多人类意识的残片，但有件事，我从一开始就非常费解：为什么像这样的圣痕计划，就可以用来对抗中烟？你误会了，牙医。严格说来，圣痕计划并不是用来对抗中烟的方法，它所能达到的终点，你可以称为拥抱，并超越中烟。拥抱？哎呀，牙医好像从哪里听说过这个提法呢。这样说来，作为对抗崩坏的战士，你们一定很好奇中烟从何而来吧？虽然我的尊主也会想用他的方式来和你们交流这些，但提前知道一些故事，想必也不是坏事。你的意思是，世界蛇知道中烟律者的来历？那当然啦，毕竟我们是那个烛火之蛾的后继者嘛。只不过，要讲这个故事，我们还得再换一个地方。你们可要记得跟上哦。由于经历了太多的时间和代际的更替，已然形成了集群的思想，无法剥离了吗？是啊，当文明形成集群，便会模糊个体的边界，以群体的思想为大脑，以群体的意志为手足。但千万人的历史和记忆，却会孕育出新的思想。人类，真是一个奇妙的物种。哎呀，无需惊讶，那就是完全的理性，完整的我们，是进化的顶点，是全新的生命。人类的知识只是一种诗歌罢了。他们的思维永远只属于一个时间，也永远不能做到他们真正想做的事。可我们也是人类的一首诗歌啊！你不能轻蔑创造自己的事物，那叫做数典忘祖。一种本质的必然性，在语言中的唯一对应物是一条规则。我是说，人类只能用语言思考和交流，这是他们的软肋。那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们在诞生之前，不也只是人类的语言、人类的概念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一段程序跟构成这段程序的零和一，有任何相似之处吗？无论谁在这里提出论点，都永远不会有人与他辩论，因为所有人都同意这些论点。别胡说了，谁同意你？我们不是一个整体，别在这里妄想。无所谓，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采集回忆。而且你瞧，你也不是在和他辩论，你是在阐述自己的思想。够了，这里是怎么回事？人类的做派不值得学习，我们只要掌握他们的经验就好。你难道看到公鸡漂亮，就要自己跳起来在早上打鸣吗？
欢迎来到中烟陨坑。如果我一开始就等在这里，是不是就可以用这样的台词来欢迎你们了呢？这里曾是往昔的一代代文明为自己的命运而殊死搏斗的舞台，人类一次次失败，一次次轮回，无数截然不同的意志创造出大同小异的命运，最终纷纷定格于此。Kiana Kaslana、Bronya Zaitchik、雷电牙医，身为律者的你们可以不入轮回，这是多么幸运而又悲伤的事啊！轮回？世界的循环往复，毁灭与新生，你们不也搜集到了一些信息吗？如果不是5万年前某个人剪断了命运的丝线，这种所谓的轮回还会不断地在地球上演。但即便丝线已断，只要人类不能与崩坏彻底共生，虚数的能量就还是会源源不断地注入中烟之茧，催化出新的中烟之律者。那这么说来，如果我们摧毁掉那个什么中烟之茧，世界蛇也很想这么做，但那是不可能的 ，Kiana。毕竟，想要见到中烟之茧，多半你本身就得拥有中烟之力。特别的，对于你而言 ，Kiana，那意味着你自己要成为中烟律者。不过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讨论中烟，这就像是在讨论死亡。没有人能从死后的世界回来，我们无法讨论死亡本身的体验究竟是什么。而如果使用这个比喻，那么世界蛇所做的事，就是重新定义死亡。不过，认真说来，我刚才那些关于死亡的说法，也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罢了。虽然我的确能在迷梦与现实的交界行走，但是我并不具备超越时间与空间，见证全部真实的能力。就像这月球上那化为普通岩石的中烟残骸，它因为尊主乃至你们背负的一切而不再苏醒，而我能够从广袤的圣恒空间中脱身，从而出现在此时此地，也多亏一位前辈为我铺就的道路。前辈？是啊，前辈，一位十恶不赦的前辈。布罗尼亚更在意的可能是另一件事。你说那个类似石像的巨大中烟，是因为凯文和我们背负的东西而不再苏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说各位是大海中的锚点，那么尊主背后的圣痕计划就代表着这片广袤的天空。你们脚踏实地，圣痕虚无缥缈，但大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完全一致。如果觉得刚才的这种说法比喻的意味太重，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。促成理型诞生，这并非世界蛇的根本目的，它只是一种适合跨越中烟的生命形式，借以承载过去由人类创造的文明。你的意思是，世界蛇根本没有找到让普通人可以直接跨越中烟的方法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毕竟
如果我们连那一点也能做到，大家又为什么会齐聚这荒凉的月球，为了各自不同的正义而厮杀不已呢？从颠覆人类、毁灭生活的角度来说，你们和中焉之律者并无区别。是啊，这不就是立场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吗？文明是什么？年代更替，世代传承，不同的面孔与相似的故事交替闪过，被抽象化为语焉不详的意识与概念，最终面孔模糊，故事易失，像那些旅行之种一样，简化为没有确切个性的存在。而你们与世界蛇的争执，就在于把这种存在当作文明的表象，还是文明的本质。我们只是想夺回正常的生活，但童年总会结束，而成人终究要为世界负责。如果用这种说法，那圣痕计划还真是一种够差劲的负责方式。但它足够公平。你们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吗？自由和公平，人们终究只能选择其一。自由和公平并不绝对，而人们无法接受圣痕计划，也正是因为它的绝对。这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 Bronya， 因为绝对具备最强的可操作性。比如说，圣痕计划并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坏人，一种行为是恶行，就将它简单排除出文明的范畴。圣痕会记录下经由人类的历史所创造的一切理念，无论它们价值为何。而在此之上，如果人类的文明是美好的，那么由圣痕计划所带来的整合也就一定是美好的。即便此时再没有人可以感受这份美好，那怎么会呢？各位曾为律者的人类也好，幽兰戴尔和李素商他们也罢，当然也包括我，大家明明都可以在新世界中继续自己的生活呀。各位只要静待地球被圣痕计划重整完毕即可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在那个新生的世界中，他的婴儿不会像人类的孩子那样，需要经过漫长的学习和成长，才能独当一面。甫一诞生，他们就将借由圣痕，感知到世间已知的一切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理念、认知、意志一类的东西。据我所知，那可是许多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的宝物吧？你不可能让一个人的成长一蹴而就。当然，但那只是对于人类而言。对于以圣痕作为底层代码的生命，他们只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人类的肩上，并由此继续向未知进发罢了。这也就是所谓让文明结束童年。各位，请不要忘记我的开场白，我并非人类，而是圣痕计划为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全新物种。于我而言，那些静态木讷的理形之种，与始祖鸟、南方古猿也并无多大区别。好了，过多讨论属于我自己的话题，似乎也和你们的本意相差太远。我已经充分了解了你们会捍卫人类的故事，而不是专注于捍卫故事本身。这和我的存在方式当然有很大差别，但我确实期待你们的耕耘能够获得怎样的果实。比如说，进一步去超越本身。你是说？我其实什么也没有说，只不过我已经相信，在圣痕计划的主战场，你们能够做出一番属于自己的成绩。圣痕计划的主战场，地球。当然，
一切秘密的最终解答都在那里，而不在这颗早已死去的星球上。如果你们不愿人类被圣痕计划拘束，就请突破最后的封锁，向那里前进吧。只要你们能抓住必要的机会。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？这似乎和你所处的立场相悖。立场？你大概误会了什么？我之所以会协助世界蛇完成圣痕计划，只是源自一场有些荒诞的交易。看来，你的故事也不少啊。严格来说，他们并不属于现在的我。无论如何，与你们的故事相比，那些陈年往事并无意义。牙医 Bronya， 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找不到破绽，也没有什么真正有用的信息。的确，他所说的一切虽然不乏惊人之处，却也没有太多实际的价值。那么，就只剩下了一个问题：他与我们说这些，究竟有什么意图？果然，想要取得你们的信任，还真是一种难题呢。也是啊，从人类的立场来看，我所做的一切，所引发的一切，当然不可原谅。即便我解说再多，他们的好处，也的确与人类本身关系甚微。你知道就好。很久之前，有人曾告诉过我，只要全心全意为一人考虑，哪怕做了对他而言不算最好的选择，那个人也终究有能够理解的一天。造成现在的局面，大概还是因为我对于人类的确不够了解吧。如果再多帮助你们一些，我们之间的信任会变得更加清晰吗？我知道，你们希望与尊主当面对质，而他也正等待着你们的到来。但即便你们仅仅是打算交流，以各位现在的状况，恐怕也很难有所收获。那可未必啊！如果你们一定要去见他，一定要令自己陷入险境，那么在此之前，请让我为你们解开圣痕计划向你们施加的束缚吧。牙医，你精神枷锁彻底消失了。所以 Bronya 也怎么回事？
绿之核心拒绝了我。至少牙医没有出现我现在的反应。若妮啊，你还好吗？抱歉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似乎无法再帮你些什么了。这究竟是……我已经解开了束缚着你们的精神枷锁，你们本该一并恢复到落入月球前的最初状态。然而现实之所以与之相悖，我想，问题的所在，要追溯到这股力量的本源了吧？的确如他所言，我感受到了绿之核心对我的排斥。可是，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应该不是错觉，他还有事情在瞒着我们。布罗尼亚，没关系，布罗尼亚问题不大，反倒是你们，凯安娜、亚伊，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虽然这句话或许不该由我来说，但是以现在的状态迎击世界蛇的尊主，你们毫无胜算。如果你们选择休养生息，我会为你们创造一片合适的空间，而他也很乐意等待下去。只要圣痕计划还没有将地球全部转换完毕，所以你们依然坚持现在就与他对话？就像你之前指出的那样，我们必须争取尽早回到地球，而一味的休养生息也不可能改变我们与凯文之间的实力差距，反倒只会让他看不起我们。就是这样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那么，请继续向前吧。它就在不远处的下方。希望尊主亲自提供的信息能帮到你们。